中国消费降级。这已经不是降级，而是直接坠崖。最新数据一出，全国一片哗然。2024年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直接腰斩，从疫情前的8%以上暴跌到可怜的3.5%，连2023年的7.2%都没保住。更惨的是，北上广这些天之骄子城市，如今消费衰退的让人不忍直视。天津甚至直接负增长，济南、佛山、东莞也几乎归零。与此同时，上海消费总额17940亿元，甘肃甘南却只有51.98亿元，两者相差345倍，消费两极分化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中国经济的心脏正在失血，千万家庭的饭碗眼看着就要砸了。先来看看这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吧。根据路媒澎湃新闻3月6日的报道，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为3.5%，比2023年的7.2%硬生生砍掉了一半，更别提疫情前动辄8%以上的黄金时代了。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69.7%，听起来还不错，但仔细一看，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只有44.5%，比2023年还低了一截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老百姓的钱包捂得更紧了，消费这架马车已经跑不动了。再看看那些所谓的万亿级城市，也就是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深圳这些经济顶梁柱，按理说他们应该撑起中国消费的大旗吧？结果呢？2024年，27个万亿级城市的平均社零增速只有2.6%，消费占 GDP 的比重更是低到34.7%。这数据简直惨不忍睹，尤其是北上广，衰退的让人怀疑人生。上海虽然总量高达17940亿元，但增速只有3.1%，北京和广州更惨，分别只有2.8%和2.5%。天津直接荣登负增长榜首，达到-1.2%。济南、佛山、东莞这些新贵也几乎停滞，增速徘徊在0.1%至0.3%之间。这哪里是经济引擎，分明是熄了火的破车。更别提海南三亚了，社零增速直接暴跌到-15.90%，堪称全国最惨王者。这还是那个靠旅游吃饭的三亚吗？游客不来了，钱包空了，商家哭了，连海风都带着一股子萧条味儿。如果说北上广的衰退让人心惊，那消费的两极分化简直能把人吓哭。根据2024年172个城市的统计数据，上海以17940.19亿元的社零总额高居榜首，而甘肃、甘南藏族自治州只有51.98亿元，两者差距高达345倍。这不是差距，这是天价啊！一边是灯红酒绿的大上海，一边是连超市都冷清的小县城，中国消费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再看看那些 GDP 在2500亿元以下的尾部城市，日子过得更是惨不忍睹。这些地方产业单一，不是靠农业就是靠矿业，投资少得可怜，居民收入根本没指望。社零总额增长，想都别想。数据显示，这类城市的平均增速只有 1.8%， 有些甚至连1%都不到。比如甘肃甘南51.98亿元的社零总额，增速只有 0.5%， 几乎是站着不动。再比如贵州黔东南，社零总额 89.12亿元，增速 1.2%， 日子过得跟温水煮青蛙似的。这些地方的促消费政策，比如以旧换新，效果更是差得离谱，居民压根没钱换新，政策喊得再响又有啥用？别以为只有穷地方惨，北上广的高收入群体也开始瑟瑟发抖。根据2025年3月对上海522名常住居民的问卷调查，
月收入越高、教育程度越高的消费者越倾向于保守消费。数据触目惊心，月收入2万元以上的受访者中，65%表示不敢花钱，宁愿存起来。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群体中，72%认为经济前景不明朗，消费意愿直接腰斩。这群人可是消费的主力军啊，他们一怂，整个市场就凉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答案很简单，预期崩了，房价跌了，股市绿了，就业荒了，连白领们都开始精打细算。上海一家咖啡连锁店的老板无奈地说，以前一天能卖200杯，现在100杯都难，顾客宁愿喝免费白开水。这还是上海啊，其他地方能好到哪儿去？再来看一组更扎心的数据吧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时间序列数据，2001至2019年，中国社零总额增速平均在10%以上，最高甚至达到13.5%。可到了2020年，疫情一闹，增速直接跌到-3.9%。好不容易2021至2023年回暖到7%左右，结果2024年又崩了，只剩3.5%。这不是腰斩，是腿都断了，更别提城市层面的衰退了。2024年全国375个地级市的社零数据一对比，简直惨不忍睹。头部27个万亿级城市平均增速 2.6%， 中间100多个中等城市平均增速 3.1%， 剩下的200多个小城市平均增速只有 1.9%。这数据背后是无数商家的关门潮，是无数家庭的勒紧裤腰带。海关总署的数据还显示，2024年中国进口消费品总额同比下降了 6.8%，从2023年的 1.9 万亿元掉到 1.77 万亿元，连进口的奢侈品、化妆品都卖不动了，老百姓的日子得有多苦啊！再看看电商平台，双11的成交额增速从2020年的 26% 一路跌到2024年的 9.8%， 连买的狂欢都没劲了。消费崩了，最惨的还是老百姓。根据中国商业联合会的估算，社零总额每下降1个百分点，就可能影响300万人的就业。2024年增速从 7.2% 掉到 3.5%， 3.7个百分点的下滑，直接威胁到至少1100万人的饭碗。这还不算间接影响的物流、仓储、餐饮等行业。北上广的商场关门潮已经开始了。上海南京路步行街的客流量比2023年少了30%，广州天河城的店铺空置率高达 15%， 北京王府井的餐饮店老板直言，再撑3个月，不行就回老家种地了。更要命的是，那些中小城市的低收入群体，日子过得像末日求生。甘肃甘南的一个小卖部老板哭诉，1个月流水不到5000块，连房租都交不起。这种场景在全国上演。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调查，2024年全国有超过 40% 的零售小微企业面临破产风险，直接影响至少800万人的生计。面对这场消费寒冬，官方也不是没想过救市。以旧换新消费券喊得震天响，可效果呢？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，2024年全国发放的消费券总额达到500亿元，但实际拉动的消费增量只有120亿元，转化率不到 25%。原因很简单，老百姓没钱，给你券也没用。再看看以旧换新，一台冰箱补贴300块，可谁家会为了这点钱换新冰箱？结果就是政策砸下去，水花都没溅起来。有些城市还学着国外搞本地化促销，比如上海开了几个夜市经济试点。结果呢？据解放日报报道，试点区域的夜市日均客流只有800人，销售额不到10万元，连摆摊的电费都赚不回来。这不就是在自欺欺人吗？别忘了，这些数据还是官方美化过的。根据外媒的分析，
中国官方 GDP 和社零数据历来有水分，真实情况可能更惨。比如2024年的社零增速 3.5%， 有经济学家估算，刨去水分，可能只有 2%， 甚至更低。北上广的衰退幅度可能也被低估了 20% 至 30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中国消费的至暗时刻可能才刚开始。更扎心的是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新报告预测，2025年中国消费增速可能进一步跌到 2.8%， 经济增速甚至可能跌破 4%。 这还是乐观估计，如果外部环境再恶化，比如中美贸易战升级，消费市场还能撑多久？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心凉了半截？曾经靠消费拉动的中国经济，如今却成了跛脚巨人。北上广一片哀嚎，中小城市奄奄一息，消费增速腰斩，两极分化345倍，这哪里是经济下行，分明是大厦将倾啊！政策救不了，信息回不来，千万家庭的饭碗眼看着要砸了，中国消费的好日子怕是彻底一去不复返了。说到底，这场危机早就埋下了种子。房价高企掏空了钱包，收入停滞压垮了信心，政策漏洞让贫富分化成了无底洞。现在消费崩了，只是果，不是因。可悲的是，面对这场寒冬，中国还有翻盘的机会吗？